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荷兰首相马克·吕特26号起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工作访问。时隔5年再访华，吕特将主要与中国领导人谈什么？荷兰工商界对吕特此访寄予厚望，又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个报道。根据荷兰政府发布的声明，吕特在访华的2天内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就双边关系、经贸关系、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局势等举行会谈。随行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范莱文则将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商讨经济合作机遇、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公平市场准入的重要性。此外，吕特和范莱文还将在北京与荷兰商界代表举行晚宴，讨论在华贸易和投资。荷兰人民报称，这是自2019年以来吕特首度访华，不论是随行官员还是议程安排，均显示他这次访华的重点是与中方探讨经贸相关问题。中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荷兰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2大贸易伙伴。去年，中荷双边贸易额超过1170亿美元，其中中方从荷兰进口额达169亿美元，同比增长35.1%。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5月和今年2月，国务院总理李强2度与吕特通电话。在去年的通话中，强调中国视荷兰为欧盟内优先合作伙伴，并呼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从荷兰这样一个与中国之间保持着高度经贸联系的国家来看呢，他看到了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等等的欧洲大国持续的与中国加强沟通协调以及高层交往。那么他作为这样的一个国家，也需要从自己的国家的角度上来深化中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塑造中欧之间的关系。吕特首相他在任内长期对于中荷关系上面发挥着一个比较积极客观的这样作用，他也希望在这个中荷关系以及荷兰的这个外交方面呢，留下自己的一些政治遗产，塑造未来对华政策。荷兰电讯报的报道提到，荷兰工商界对吕特此访寄予厚望，认为在荷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敞开大门欢迎海外资本及企业，对荷兰来说是个利好消息，期望中国对荷兰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承诺进一步开放的金融、高科技和服务业领域。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底中方公布了首批试行单方面免签15天的国家名单，荷兰位列其中。4个多月来，荷兰旅客和企业代表享受中方释放的政策红利，加大频次飞赴中国旅游、经商，拉动双边贸易发展，增强人文交流。When Chinese made this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go to China without visa, I went also me to Shenzhen in January because I have the Netherlands passport, so I could go there. I was very happy. We are planning to go back to China in October. 荷兰金融日报认为，尽管荷兰政府方面并未明确提及，但阿斯麦的光刻机可能是吕特此行讨论的重中之重。路透社也援引知情人士披露，阿斯麦的许可证问题确实是会晤的议题之一。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关键设备，荷兰半导体制造巨头阿斯麦是全球最大光刻机制造商，也是唯一的极紫外光刻机供应厂商。7纳米及以下的先进芯片制成工艺需通过 EUV 实现。然而，在半导体先进设备成为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新战场的大背景下，荷兰政府和阿斯麦成为美国的主要施压对象。荷兰人民报形容，阿斯麦已成为中美芯片战争的导火索，而荷兰是这场大战中的棋子。早在2019年，当时的特朗普政府推动荷兰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售阿斯麦的顶级紫外光刻设备。去年，拜登政府又施压荷兰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从今年1月1号起，以阿斯麦产品使用了美国技术为借口，对该公司实施胁迫及长臂管辖，限制其对中国客户提供先进光刻机设备。而对于那些已经向中国出售的先进制程设备，也必须要每年更新1次许可证。业内人士认为，这实际上为美方追加后续胁迫措施大开方便之门。美国将出口管制问题工具化、武器化，干扰阿斯麦对华出口光刻机，实际上也让阿斯麦深受其害。中国是阿斯麦的全球第2大客户。根据该公司最新发布的财报，去年阿斯麦的净销售额达到276亿欧元，同比增长30%，其中中国市场占阿斯麦光刻系统销售额的29%，超过6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00亿元。外界普遍认为，阿斯麦去年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强劲需求。阿斯麦在今年初应美国政府要求取消了对中国的部分光刻机订单之后，阿斯麦首席财务官达森哀叹，
2024年，中国市场销售额或将受到10%至15%的影响。阿斯麦监事会主席安德森更是在接受丹麦媒体采访时无奈表示，在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方面，公司面临着有破坏性的、很不幸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美国倡议实施的限制措施可能会损害阿斯麦的研发预算。安德森还呼吁欧洲不应低估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保持战略自主。像阿斯麦公司这样的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它面对这个全球生产要素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它是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一个这个开放的市场，能够把人才、资金以及技术更大限度的去汇集、综合的来进行一个利用的这样一个态势，才能够保证他们企业层面上的最大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中国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拥有着最强大的制造业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以及人才积累，那么与中国之间的这个紧密合作，无疑是符合这阿斯麦的利益。荷兰光刻机巨头的忧虑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荷兰政府的表态。荷兰经济事务大臣阿德里安森斯本月初曾表示，尽管有压力要求欧洲更紧密地配合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但他主张对此采取审慎态度，三思此类政策可能造成的更广泛的影响。阿德里安森斯强调，作为一个贸易小国，荷兰在自由贸易上面临压力和更多挑战，但该国在关键技术上仍寻求全球合作而非孤立。他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为一己私利会这么做，但我们需要世界。荷兰未必会支持进一步限制或技术孤立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阿德里安森斯称荷兰是贸易小国，实属自谦之词。实际上，荷兰鹿特丹港是欧洲第1大港，以及全球第12大港口，而2015年开出的首班中欧班列就是以鹿特丹港为终点，显示了中国与荷兰之间在贸易及物流上的广阔合作空间。外界注意到，近期欧洲政要密集安排访华行程。在荷兰首相访华的3天前，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马斯库索德尔率团访华，同样是为了加强经济合作和对话。巴州是德国经济实力最强的联邦州之一。索德尔称，这次为期1周的访华行程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路透社指出，索德尔此行可被视作为德国总理舒尔茨下个月访华之旅打前哨。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披露，舒尔茨将于4月15号至16号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目前正在拟定一份对随行感兴趣的企业名单，并将提交给总理府做最终决定。外界注意到，舒尔茨上一次访华是在2022年11月，他也是中方在20大后接待的首位西方政要，凸显了中方对德国关系的重视。当时备受关注的是，舒尔茨率领了一个堪称豪华的企业代表团，成员包括大众汽车、巴斯夫、西门子、拜耳集团在内的商业巨头。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舒尔茨那次特种兵式访华只在北京停留了11个小时，但随团的商业巨头却在中国待了较长时间，大多都出席了当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积极与中国客户对接，并签署了不少大单。德国媒体称，舒尔茨此次访华背景与上次略微不同，这是德国政府出台中国战略，强调中国同时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后，德国总理首次访问中国。然而，对于广大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仍是他们极度看重的投资经商宝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援引德国央行的新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增 4.3%， 创下119亿欧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德国企业于2021到2023年3年间的对华投资规模与2015到2020年6年间的规模大致相当。德国媒体认为，这显示欧洲所谓去风险政策的失败。中国无论是它的这个产能水平、市场规模还是这种消费能力，对于欧洲企业的持续的那个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提振。在这个过程中呢，只有去更加积极开放的去拥抱中国，去反对经贸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化的干扰，才是符合无论是欧洲的这个经济复苏，还是中欧在经贸以及全面关系上的相向而行。深圳卫视注意到，前2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就吸引了不少德国企业掌门人参加，他们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对中国的新发展将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怀有强烈期待。
We love our Chinese customers. We are pretty much working with every Chinese OEM and with every customer in China. It's a great work because they're fast, they're challenging, they do great technology. 外交部宣布，荷兰首相吕特今明2天到中国展开工作访问。那您认为他此行要谈什么呢？会谈到芯片技术和服务吗？按照荷兰政府发布的新闻稿，首相吕特到北京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经济关系，可能会向中方解释荷兰的半导体芯片出口政策问题，讨论中东问题。很显然芯片技术和服务将是讨论的重点。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政府今年开始不允许世界最大的芯片设备供应商阿斯麦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光刻机和相应的服务。荷兰政府该如何向中国解释呢？这是一个难题。一方面荷兰阿斯麦已经向中国出口了一些光刻机，制造相对低端的芯片。那么这部分设备的售后服务该怎么做？要不要做？该如何向中国的用户交代？另一方面，如果失去中国市场，阿斯麦的前途又在哪里？荷兰政府怎么向本国的企业交代？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阿斯麦向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了价值超过60亿欧元的设备。中国成了阿斯麦的第2大市场。但据说如果限制对华出口备用配件，这光刻机用上几周以后就没法用了。那么阿斯麦公司该如何向中国用户负责？荷兰政府又该怎么做呢？难道是为了执行美国政府的命令，荷兰要葬送本国企业的市场吗？荷兰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并且希望中国扩大市场准入，但是你不能总给一些落后设备而限制先进的光刻机出口吧？这些都是很具体、很紧迫的问题。估计他访问中国就是来谈这些问题的。不过我个人判断吕特首相在光刻机出口问题上不会有大的改变，最多就是要阿斯麦做好已经卖到中国的设备的售后服务，而对于先进的光刻机出口限制，荷兰还是可能听美国的话。